记在本上，重要的信息都记在脑子里。队长出来了。队长，我刚看到好像那边有个人闪了一下。别疑神疑鬼的。车都走了，赶紧跟车。你的馄饨来了啊，请慢用。怎么不吃啊？可好吃了。我不太饿。你找我来有什么事啊？赖小姐，今天一起跟你出门的那个日本人，你跟他很熟吗？哦，你是说池田啊？是。他最近常来，算是个熟客吧？怎么了？那你了解他吗？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吗？我不随便打听客人的私事，这是我的规矩。我只要知道他的钱是真的就好。啊。你对这个日本人这么感兴趣啊？这个我不方便跟你多说。梁小姐，我真的很需要了解这个池田，但是我又接触不到他。梁小姐，我能不能拜托你，尽可能的帮我了解一些他的信息？我可以试试。不过，我可不能保证能帮你打听到什么。你答应能试试就行了，太感谢了。快吃吧，一会儿凉了。我什么时候能再找你啊？这么着急啊？是。这样好了，最近我的司机正好不在，你就帮我开车接送我上下班，这样我也不白帮你打听。如果有什么消息，也方便告诉你。谢谢。这几天我们一直跟着池田，他出入活动都有专人陪同，行事非常谨慎。平时出入的场所也比较固定，很多地方都是一些比较有身份的日本商人和日本军人出入，我们实在没有办法靠近，所以暂时没有打探到更多的消息。没有打探到更多的消息。还有他的水产商社，他对外的身份是这家水产商社的社长，这个商社只和日本人做生意。池田也会去海边进货，但本来这个进货的事情不应该是这个社长该干的工作，他让手下的人去就可以了。他最近是一直在几个符合他身份的地方绕来绕去，是吧？说明他对自我的掩护做得很好啊。
再这么跟下去意义不大了。跟踪工作暂停吧。顾副站长，我也是这么觉得。这种情况说明什么？他在上海肯定有问题，但是我们到现在对他的行动目标和内容还是一无所知。上峰一直追着问，我不能总说没有进展。咱们再想想办法。啊，是。哎，来，你跟我来。好。左先生，您对我们合约的条款还满意吗？如果满意的话，我们的合约可以签署了。高桥先生，我觉得我在合约里面没有看到您的诚意啊。哦，左先生，我们可以大开天窗说亮话，有什么话我们可以直接说。那我就有话直说了，我对合同上的分成比例不是很满意啊。左先生的意思？3成。3成。左先生，你的条件太苛刻了。这些钱又不是装在我一个人的口袋里面，为了确保生意能顺利进行，我上上下下需要打点很多人。这些背后的功夫，那也是省不了的呀。可是，或许高桥先生可以再考虑一下，毕竟贵方的海军部，我还有很多朋友，也许他们愿意出更高的分成比例。左先生，看来我不是你唯一的朋友啊。开门做生意吗？好吧，左先生，按照你的意思，我们3成分账。好，我会向我的老板转达您的诚意。需要军方的协调文件，我老板自然也会准备好的。那么，请多关照了。来，祝我们生意兴隆。生意兴隆。高桥君，哦，吉田君，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在中国非常好的朋友，左秋明先生。好，左秋明先生呢，对于我们的生意帮助是非常大的。左先生，我介绍一下，池田英介先生也是我的好朋友，他是一名水产专家，也是我们公司的顾问。哦，对了，吉田君。过几天的天长节聚会，我邀请了左先生一同参加。哦，欢迎。一直听高桥君提起左先生，没想到这么年轻有为，幸会。能与2位共事也是我的荣幸。没想到池田先生的中文说得这么好。我们来中国就是为了和更多的中国人交朋友，语言是很好的桥梁。我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朋友蓝心洁小姐。蓝小姐你好。左先生你好。来，欢迎各位，我敬3位一杯。谢谢。我先干为敬了。谢谢蓝小姐，谢谢。
高井さん、ずいぶん若く見えますね。ゾウさんは。ああ、彼の背景は調べてみた。以前軍で働いており、南京特務省にいた。その後何かの間違いで軍隊にいられなくなって商売に出たようだ。彼の後ろ盾は軍部会と政界でとっても影響力がある。そして彼と彼の上司は明らかに我々の味方のようだ。南京にはこの世の人はたくさんいるよ。ああ、何か問題でもあるのか。ええ、年に合わぬ成熟さは少しおかしい。確かに頭はよく切れるし、言葉遣いも非常にはっきりしていた。だがそんなことはどうでもいい。わしは彼を通して友人になれる人に会いたいだけだ。あ、そうだ。君の仕事は進んでいるのか。今計画通りに着々と進めています。ああ、我々には時間がない。はい。除了他们伤势的基本情况之外，还有其他的信息吗？没有了。这个池田表面上看起来温和，但其实他戒备心很强的，尤其是说起工作的事情，我一提到他就会岔开话题，所以我能打听到的也只有这些了。哦，梁小姐，我今天看到跟他们一起出门的还有一个中国人。哦，对，那个年轻人姓左，应该是他们的朋友，可能有生意上的往来吧。他们很熟吗？他好像跟高桥更熟一些吧。哦，对了，池田应该经常去海边，因为我发现他鞋子里面有细沙，这种细沙只有海边才有，而且一旦去过的话，就算专业的清理也很难彻底清除干净。你能确定吗？我是在海边长大的。哦，过2天池田请我去他家，他们好像有一个什么节日。天长节。就是这个，他们应该挺重视的，好像请了很多客人。梁小姐，谢谢你，这些对我来说都非常的重要。举手之劳，不必客气。哦，对了，蓝小姐，我还有一件事儿，明天这个车白天能借我用一下吗？我能拒绝吗？顾站长，这些资料是我们站内部以往整理的资料，这些是我们分别向东北、华北地区的兄弟要来的，他们整理的资料。这个中间传送的时间啊有些长，略耽误了一些。龙主任辛苦。顾站长，您客气了。这些资料啊时间久，这个涉及面也比较广，您看起来可能得费一些时间。您要是还需要我做些什么，随时叫我。暂时没有，你去忙吧。哎，好，谢谢。
天开车去哪儿了？我去了一趟海边。海边的风景怎么样？梁姐，天长节聚会，池田应该有很多朋友都会出席。您到时候在聚会上，能否帮我侧面的更多的了解关于池田的信息，包括他朋友的？我只是一个舞女，别人跟我说话的时候，都是保留3分的。我明白，可是他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。我只要能掌握他足够的信息，我就能。林南生，我能看出来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很重要，但是我觉得，出于对一个朋友的帮助，我已经做得够多了。我明白，做这件事情是需要费用的。你要问的事情，我不想多问，但是你们站里的规矩我是懂的。这件事情我不可能白做。是，关于费用的问题，我会尽快跟上峰沟通的。后天就是天长节喽。我知道。王站长，王站长好。站长，他这一大早就来了，说必须要见你。林南生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不是应该去南京了吗？我想留在上海区。调函已经给你了，你是军人，应该清楚不去报道的后果。站长，我想参与调查池田英介，用我的能力，争取留下的机会。池田的案子站里已经有专人负责了，不需要你做任何事。但他们已经撤了。王站长，我知道，跟踪他的人已经从舞厅附近撤了。你私自做了什么？您放心，我知道纪律，在没有得到您的认可之前，我绝不会擅自行动的。我的信息是通过一个外围人员获取的。王站长，我找到一个机会，可以近距离的接触池田英介，可以进入到他的家里。我需要详细汇报。林南生，我警告你，我现在可以马上把你押送到南京特训班，听候处理。我明白。明天是日本人的天长节，是他们天皇的生日。池田在家里举办庆祝宴会，邀请了很多相熟的朋友参加。我的外围人员也在受邀之列。你的外围人员可靠吗？可靠。不过，她是一个舞女，还没有正式成为我们的外围人员。站长，我请您落实她外围人员的身份。另外，她要钱。这没问题。只要任务完成，你申领我签字。谢谢站长。林南生，如果现在我还不能对你留在上海去这件事做出任何承诺，你还会继续吗？会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是侵略者。好。只要你查明池田的真实身份，确定他在上海的具体行动，我一定把你留下来。是。让你的外围人员带一个微型相机，我们要拿到确凿的证据。
梁小姐，我要结婚了，嫁给这个大兵，87师的。恭喜你们，梁小姐。他是我慎重选择的结婚对象，他很爱我。这么些年，我终于可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，还有一个牵挂我的人。坐啊。哦。来，喝点茶。谢谢。你真是个怪人。来都来了，干嘛不说话？说吧。我替你们办事，给我多少钱？你很缺钱吗？我是要为我的生活打算。结婚以后，我丈夫不想让我再回舞厅去。接下来我们可能只能靠他每个月20-30块钱的津贴生活，还没有我现在1个小时挣得多。说实话，我不敢想象将来的日子会怎么过。所以，如果有你们这笔钱，说不定我的生活能从容一点。这么多，等事情办完之后，还会再有10根。陈默群这个骗子，陈站长骗你？我说我知道价码，可不是随便说说的。陈默群之前跟我说过，帮你们做事情是有钱拿的。他说我们接触的人比较多，他天天往舞厅跑。你以为他真的那么喜欢跳舞啊？你是陈站长的线人。我不是，我们舞厅的丽娜是。他当时跟我说，我没有答应。我哪知道你们给这么多钱？他跟我说的比这要少很多。陈站长没有骗你。能够拿到多少钱，跟办的事情的大小以及危险程度有关。比如这一次，这么多钱是因为这是什么？这是照相机。明天池田家的聚会上，你需要尽可能的多搜集一些资料，但不是言语上的那种。你需要对特定房间和物品进行拍照。林南生，我替你们打探消息，我可以为我所谓的好奇心找到100个合理的解释。可是，如果他们发现我拿着相机在拍照，这对我来说很冒险。明天是个私人聚会，来的都是贵客。只要没有发生异常的话，他们是不会专门检查你的。梁小姐，这是我，也是上海区目前唯一能够接近池田的机会。池田是来对付我们的，他是来杀害中国人的。这个我比你清楚。128的时候，我亲眼见到日本飞机轰炸闸北。
对不起，赖小姐，是我太着急了。这件事情对你来说，的确太危险了。打扰了。等等，坐下。你教我怎么用这个相机。赖小姐，这事我只做一次。事成之后，你答应我马上把剩下的钱付给我。我答应你。这个打开，然后这个是胶卷。哎，这么着急见我，什么事儿啊？我之前看到过你和池田英介，还有高桥千兵卫在一起。舞厅门口。是。我上次跟你说了，我这次来上海是跟交通部一个大员的亲戚过来办点事儿。我跟日本人在一起，这是生意上的往来。和日本人做生意，也是你工作的一部分。我只能说这么多了。好，你工作上的事儿我不多问了。今天下午在池田家里会举办一个天长节的聚会，你会参加吗？怎么了？帮我一个忙。之前在舞厅，你一定见过池田身边那个女人。你是说蓝小姐？对，就是她。今天下午的聚会上，我恳请你帮我关照一下她。如果她遇到什么危险，务必帮她脱身。她是你们的人？不是，她是我朋友。你是想让我在危急关头保护她性命？是。李南生，我听特训班的人说，你被上海区调回去了，要重新分配，这事儿是真的吗？是。我之前没告诉你，是因为我来到上海之后，我对自己很失望，具体情况不想听了。但是你现在应该去南京报道啊！我想留下来。池田的事儿，是否关系到你能留在上海？我不想就这么离开上海。邹经理，这件事情已经得到上海区的批准了，所以无论如何，我一定会做到底的。我留在上海区。今天的聚会人多眼杂，我保证不了你任何事儿，有你这句话就够了。我想再抽支烟。
小姐，你现在这样一定会出问题的，你得先想办法让自己冷静下来。你要是觉得不妥，我们可以马上离开。放心，我可以的。不管怎么样，要以自身的安全为主，能拍到最好。如果拍不到，千万不要勉强。如果遇上了情况，不要着急，按照我说的去做。等我回来。蓝小姐，您可是迟到了。池田先生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，让您久等了。等蓝小姐，等多久我都愿意。池田君，哎呀，左先生，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。蓝小姐今天好漂亮啊！谢谢左先生。左先生，高桥先生已经在恭候左先生了。感谢邀请。那两位请吧。你好，请出示你的请柬。池田先生，您家的守卫这么严，跟您在一起还要出示请柬，这都是为了安全，两位不要介意。哼哼。皆さん、杯を池田君の艦隊に乾杯しましょう。乾杯！乾杯！乾杯！感谢池田先生的款待。左先生以后要经常跟我们交流，这样才能了解我们日本的民族文化。那是一定。左先生，你的老板对于我们的合作还有什么异议吗？我的老板对高桥先生的诚意非常满意。等再过几日，我会把二位需要的军方批文送到。感谢左先生的努力啊！我愿为两国的亲善尽自己的微薄之力。干杯！我去一下洗手间。ランさん、こんにちは。お客様、何かお探しですか？我找洗手间。あ、お手洗いはあちらです。谢谢。失礼します。お酒をお持ちしました。左先生，你是我见过的最不一样的中国年轻人。在中国，我只是一个晚辈，能认识高桥先生，
才是我的荣幸啊。等拿到了军方的文件之后，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庆祝一下。好好庆祝，干杯！干杯！高桥先生对中国的古董比较感兴趣，改天我也介绍一个我的朋友给你认识一下。池田さんのご好意に改めて感謝し、乾杯！乾杯！先に失礼します。いいぞ。来，喂。はい。ランさんを見なかったか。いえ。ああ、行け。池田さん。福田大佐が前庭でお待ちですが。